我电商创业失败后，欠债80万，网贷催收，房东上门下最后通牒，濒临绝境，我却突然觉醒了系统。检测到宿主生命轨迹进入绝境，2界交易系统启动中。仓库里那只祖传紫檀大木匣突然发出一阵奇异光芒，随即木匣那边传来一个陌生男人的求救声。天州10万居民断水3日，已经撑不到天亮。我干电商后被人坑害跟风进货，很快赔得血本无归。手机屏幕上未读消息一条接一条弹出来，苏小姐，您的尾款什么时候结？再拖下去我们只能走法律程序。苏小姐，您的网贷本期已逾期，请在今日24点前还款，否则将影响征信。而在半个小时前，房东亲自来到了仓库下，最后通牒。苏念，明天中午12点之前，80万的仓库租金还不到账，我就清空你这一仓库的货，还要去法院告你。别说80万，我现在连800块都拿不出来。我蹲在地上绝望无助时，脑子里却忽然响起一道冰冷的机械音。检测到宿主生命累计进入绝境，负债危机，资产冻结，现实生存压力已经达到临界值啦。2界交易系统启动中，绑定宿主苏念，绑定媒介喏，就是那个紫檀大木匣，功能开启2界连接，宿主可以通过连接物与异界目标进行沟通，并且传送无生命物资啦。我愣在原地，心跳快得几乎要撞破胸腔。系统2界连接，我是不是被逼疯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那只紫檀木匣里忽然传出了一阵嘈杂的声音。水，求求老天爷赐我们一口水吧！娘，我渴。将军，井底已经彻底干了，城中最后一缸水也分完了。我头皮瞬间发麻，探头朝木匣看去，空无一物。我试着将手伸进去，竟发现摸不到底。梁将军，百姓已经3日无水，再这样下去，不等敌军攻城，城里的人就都渴死了！梁将军！我屏住呼吸，下意识问了一句：“你们是谁？”我的声音刚落下，木匣那边的声音骤然一静。片刻后，一道嘶哑的男声响起：“何人在说话？”殿下，是神仙显灵了！神仙，老天开眼了！神仙来救我们了！我听得后背发凉，连忙说：“我不是神仙，我叫苏念。”可木匣那头的人根本不信。一道重物落地的声音传来，像是有人跪了下去。那男声再次响起：“在下梁景川，曾为大义太子，如今被废，奉命镇守豫州。城中大旱，叛军围城，10万居民断水3日，已至绝境。若神仙垂怜，梁景川愿以残命相报。”我愣住，被废的前太子、田州、叛军，这些词离我太远，可木匣里传来的哭声又太真。水，我要喝水。娘，你醒醒！殿下，城西又倒了一片人。我看向仓库货架，那里堆着成箱卖不出去的矿泉水、苏打水、气泡水。当初我跟风囤货时，觉得他们能让我发财，现在他们差点压死我。我没再犹豫，冲到货架前，抱起一箱矿泉水就往木匣里塞。纸箱刚碰到匣口，瞬间消失，几声重响，木匣那边立刻炸开了锅。水是水，神仙赐水了！这是什么神物？竟用透明琉璃盛水！我心脏狂跳，真能传过去！你们捏住上面的盖子，朝右扭动就可以打开。我立刻继续疯狂搬，只要能喝的我全往木匣里塞。每送过去一箱，那边就响起一阵惊呼：“神物，都是神物！瓶子拧开就能喝，竟不用木筛！谢神仙，谢神仙，救命！”先别谢了，赶紧分水！老人、小孩伤兵先喝，其他人排队别哄抢。谨遵神仙法旨。都说了我不是神仙。神仙仁慈。梁景川的声音很快压住混乱。传令，各营各房列队取神水，老弱妇孺、伤兵病患优先，胆敢争抢者，军法处置。混乱声渐渐变成了有序的脚步声。我继续搬水，手臂酸得发抖，掌心被纸箱边缘划破，也顾不上疼。仓库里那些积压货一箱箱消失在木匣口，我累得几乎站不稳。忽然想到仓库后院还有一个小泳池，那是我创业初期为了撑门面修的，平时没怎么用，里面还蓄着满满一池水。瓶装水一箱箱搬太慢了，我冲到后院，拖出抽水泵和水管，把一头丢进泳池，另一头塞进木匣，按下开关，水流轰然涌入木匣。下一秒，木匣那边传来震天的欢呼。
神仙降下天河了！快拿缸、拿桶、拿盆！田州有救了！神仙大恩，田州10万居民永世不忘！我靠着木匣坐在地上，累得满头大汗。抽水泵持续工作了很久，直到泳池的水见底，我才关掉开关。木匣另一头是整齐的跪拜声。谢神仙赐神水，谢神仙救命之恩！谢神仙助我田州。那声音浩浩荡荡，隔着木匣传来，震得我心口发麻。这时，梁景川再次开口：神仙赐水救一州于死地，梁景川身无长物，唯有一物可献。我还没来得及拒绝，就听见木匣里传来轻微异响，一块发光的物品从木匣里缓缓升起。我伸手抓住，指尖碰到一块冰凉温润的东西，是一枚玉佩。玉佩通体银白，细腻如织，正面雕着盘龙纹，背面刻着古篆，边缘嵌着极细的金丝。梁景川的声音从木匣里传来：此乃先帝赐予我的九龙玉佩，如今献给神仙聊表寸心。检测到异界高价值物品啦！大义皇室九龙羊脂玉佩，材质是顶级的羊脂白玉，工艺是宫廷古法雕刻。淘淘建议变现估值300万至600万哦！300万到600万，我发财了！我当即带着玉佩去了城里最有名的古玩珠宝行。老板起初并不在意，可他把玉佩拿起来看了不到1分钟，脸色就变了。10分钟后，他眼神闪过一丝狡黠，故作嫌弃对我说：客人，您这玉佩裂纹太多，不值钱，我可以亏一点，50万收了。我冷笑一声，要不是系统提前告诉了我估价，我怕是直接被这奸商给骗过去了。我当即夺回玉佩，转身就走。你不识货，我就去找别的识货的人。老板见状慌了，赶紧喊住我：客人别走啊！您想出什么价？您说。我转身比出6的手势，600万。老板倏地瞪大眼睛，倒吸一口凉气，不死心的和我砍价：400万。我转身又要走，老板一咬牙，吼出一个数字：500万，现结，不能再多了。我得意的笑了，将玉佩递过去。交易很快，不到5分钟就到账了。您的账户到账500万元。我第一时间给房东转了80万，又结清最急的供应商尾款，补上网贷逾期和银行贷款利息，一笔笔钱转出去。我的手一直在抖。中午11点58分，房东打来电话，昨天还凶神恶煞的人，今天语气客气的像换了个人。苏小姐，钱我收到了，昨天我也是着急，话说重了些，你别往心里去。仓库你继续用合同照旧。我看着仓库里被搬空一角的货架，轻轻笑了声。好。还完债，手机终于安静下来，供应商不催了，网贷不响了，房东也不敢再带人来堵门。可我还没来得及松口气，紫檀大木匣里又传来了梁景川的声音：神仙，梁景川有一事相求。我走到木匣前，说。梁景川沉默片刻，才低声道：神仙赐下神水，救了田州10万居民性命，可城中粮仓已空，百姓断粮多日，军中也只剩下少量陈谷，若再无粮食，田州撑不过3天。我心口一紧，也对，一座城被围困那么久，缺水之外，最要命的就是缺粮。木匣那边传来一道苍老的声音：殿下昨日得神水续命，城中百姓感激神恩，可今早已有不少人饿昏过去，孩童连哭声都没力气了。军中将士也2日未进米粮，再这样下去，叛军一旦攻城，恐怕……我回头看向仓库，水被搬空了一大片，可货架上还有更多东西：自热火锅、泡面、面包、饼干、自热米饭、压缩饼干、速食粥、八宝粥、罐头、火腿肠、螺蛳粉、酸辣粉。我当初进货时最喜欢囤食品，因为主播说食品复购率高，利润稳，不愁卖。结果现实狠狠打了我的脸，这些东西保质期还新，却因为跟风过度，渠道混乱，价格打不过大平台，全部压在仓库里。我对着木匣说：你们有多少人？梁景川立刻答：城中居民约10万3千人。10万多人，我仓库里的食品不可能长期养活他们，但撑过眼前这几天应该够。我转身拿起美工刀，划开最近一箱泡面。我先给你们送吃的。木匣那边瞬间安静，随后梁景川的声音明显绷紧：神仙院再赐神物。别废话，先接。一箱箱吐司、夹心面包、全麦面包、奶油面包、
全部塞进木匣。这些可以直接吃，外面的塑料袋要撕掉，别吞。木匣那边很快传来孩童虚弱却惊喜的声音：甜的，娘这个好软，神仙给的糕点比过年吃的还好吃。谢神仙赐神糕。然后是压缩饼干、素食粥、火腿肠、午餐肉罐头等。仓库里的食品一箱箱减少，每传过去一种东西，他们都会惊叹一次。梁景川很快建立了分发规矩：神水集中存放，由军士看守；神粮按方分配，老弱妇孺优先。军中将士统一领用自热米饭和压缩饼干，所有包装集中回收，不准乱丢，不准私藏。凡有哄抢者，军法处置。他的命令干脆利落。朔州的混乱很快被压住。几个小时后，我累得瘫坐在地上。仓库里食品区已经空了一大半，木匣那边的饥荒也暂时缓了过来。梁景川的声音再次传来：神仙，城中百姓已分到食物，军中也恢复了些气力。今日若无神仙赐粮，田州必有大乱。梁景川带亭州10万军民叩谢神仙救命之恩，谢神仙赐神粮，谢神仙护佑亭州。我对着木匣说：梁景川，你那边还缺什么吗？过了片刻，他才说：水量暂缓，最缺药。我心里一沉，木匣那边传来压抑的咳嗽声和伤兵的呻吟。梁景川继续道：城中伤兵过万，许多人伤口溃烂，高热不退，百姓久饥久渴，也有不少人病倒。若无药，神仙今日救回的人恐怕仍会死去许多。我抬头看向仓库另一侧，那里还有一批我当初跟风囤的家庭常备药、酒精湿巾、碘伏棉签、退烧贴和医用纱布，原本也卖不出去，现在看来又派上用场了。我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等着。梁景川立刻道：神仙还愿赐药。我看着满仓库剩下的库存，唇角微微扬起。既然救了，就救到底。我说完，立刻冲到仓库另一侧，那里堆着一批我当初跟风囤的家庭常备药和护理用品。我先把药品分了类。梁景川那边听见动静，立刻问：神仙可需要景川做什么？我拿起一盒退烧药，对着木匣说：你先找军医或者城里懂医术的人过来，药不能乱吃，我说一遍，他们必须记清楚。是。很快，木匣那边传来急促脚步声，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老朽寻州医官陆怀昂叩见神仙。这个是退烧药，给高热不退的人用，大人和孩子用量不同，不能随便加量，也不能一发热就一直吃，间隔时间要记住，吃完要观察。木匣那边传来纸张被展开的声音，陆怀安声音发颤：这纸上竟有字，可老朽看不懂。检测到异界文字障碍，临时开启说明转译功能。下一秒，陆怀安惊呼：老朽看懂了，神仙，这神纸上的字变了，神迹，药方会自己显字。神仙赐下的果然是仙药。所有药都按说明来，老人、小孩、孕妇，重病的人要谨慎，先让医官判断，吃了不对劲立刻停。陆怀安连声道：老朽记下了。我又拿出感冒药、止痛药和消炎药，这些不能混着乱吃，症状不同用的药不同，尤其这个不能因为病重就多吃，多吃会出事。所有仙药皆由医官统一看管，未经医官允许，不得私自服用。我松了口气，又开始送处理外伤的东西：碘伏、酒精、棉签、纱布、绷带、一次性手套，一箱箱塞进木匣。伤口要先清理，这个是碘伏，擦伤口周围可以杀菌。这个酒精刺激大，别往深伤口里猛倒，会疼，也可能伤口更糟。这个棉签站着用，别用脏手乱摸。陆怀安一边听一边让旁边的人记录。3天后，梁景川兴奋地来向我报信：神仙，吞州伤兵王3日内死亡人数锐减，原本医官断言必死的300余人，已有大半转危为安。神仙赐下的仙药果有奇效，高热可退，血可止，烂伤可愈，病气可防。老朽行医40年，从未见过如此神物。木匣那边随即响起无数人的叩拜声：谢神仙赐药，谢神仙救我性命。梁景川低声道：神仙救顿州水荒、粮荒患3难，景川不敢只受恩不汇报，已命人清点府库中可用之物，送给神仙。我立刻坐直：你们还有好东西。汀州虽被围困，
但府库中尚有金银玉器、皮货、药材以及前朝遗留下来的谷物，只是如今城困，这些东西换不来水、粮、药，于我等无用。若神仙不弃，景川愿以这些凡物换神仙所赐神物。我眼睛一下亮了，金银、玉器、药材、谷物，在我这里能换成大笔大笔的钱。我让梁景川先送一小批东西过来，梁景川很快应下。片刻后，木匣里传来几声轻响，啪嗒啪嗒。我伸手摸进去，陆续摸出几样东西：一只青釉连纹小盏，一枚赤金嵌宝发冠，一卷保存完好的古画，还有2块拳头大小、雕工极精的玉摆件。系统提示音立刻响起，检测到异界高价值物品：青釉连纹盏。建议估值80万至150万，赤金嵌宝发冠建议估值300万至500万，山河雪夜图建议估值500万至1000万，羊脂玉瑞兽摆件建议估值200万至400万。我盯着提示，呼吸一下急了，我瞬间想起一个人，听风鉴宝，全网知名古董鉴赏主播，有几百万粉丝，背后有众多拍卖行和私人藏家资源。他直播间每天连线鉴宝，真货当场有人抢，假货也会被骂上热搜。我以前做电商时，为了蹭流量关注过他，没想到有一天我真要拿古董去找他鉴宝。我立刻打开直播平台，听风鉴宝正在直播，屏幕里一个穿唐装的中年男人坐在案前，语气不急不缓。下一位，麦序37，苏女士。我手心全是汗，点了连线，画面接通。听风看了我一眼，笑道：苏女士，想看什么？我把青釉连纹盏放到镜头前。老师，您帮我看看这个。听风原本神色平静，可镜头对准小盏的一瞬间，他的笑容淡了。你先别动。直播间弹幕立刻刷了起来，主播表情变了，有东西，不会又是高仿的9块9吧？听风靠近屏幕，盯着小盏看了足足半分钟。苏女士，麻烦你把盏底给我看一下。我照做，他又让我转光，看釉面，看圈组。几分钟后，他声音明显严肃起来。这只盏我初步判断应该是失传窑口的青釉器，工艺非常罕见。直播间一片惊呼，失传窑口，卧槽，大祸！主播都不敢直接说价了。听风抬头看我，语气认真：苏女士，这东西你确定要出吗？我强压心跳，出。他立刻道：我直播间有藏家在线，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现场帮你问价。可以。不到10分钟，价格一路从80万喊到180万，最后一个私人藏家直接报了220万。听风看向我：苏女士，这个价已经很高了，你要不要考虑？出。第一件当场成交，平台担保，合同线上确认，对方半小时内打定金。直播间彻底沸腾，220万，小姐姐发财了。还有吗？我看他刚才旁边好像还有东西。听风也看见了，他压低声音：苏女士，你手边是不是还有别的？我把赤金嵌宝发冠拿了出来，直播间弹幕瞬间停了1秒，下一秒满屏都是感叹号。听风的脸色比刚才更凝重。苏女士，你把镜头稳住，千万别摔。我照做，他看了发冠上的金丝、宝石、赞刻纹路，又让我照侧面和内圈，最后他直接关了直播间的背景音乐。各位，这件东西我不敢只凭直播下最终结论，但从工艺、金料、纹饰、规制来看，它极可能是宫廷旧物。弹幕又炸了，听风深吸一口气：苏女士，如果你信得过我，我建议不要在直播间散卖。我可以帮你联系拍卖行和几位顶级藏家。最快多久能出？如果东西确认没问题，今天就能有人给价。我说我要快，听风立刻明白了，缺现金。他没多问，只说好，我帮你走最快渠道。直播结束后，听风私下联系我，他效率极高。下午，他带着2位鉴定师和一个拍卖行负责人亲自来了仓库附近的会客室。我没把人带进仓库，只带了几样古董过去。他们看完青釉盏，又看发冠。看完发冠，又看古画和玉摆件。2个小时后，拍卖行负责人抬头，眼神复杂。苏小姐，这批东西您确定都要出？出。3600万。今天能到账吗？合同签完，引子完成，今天到账。我没有犹豫，签合同，确认物品。走流程。傍晚时，银行短信再次弹出来，您的账户到账3600万点00元。我盯着那串数字，半天没动。从欠债到手握几千万，只隔了一只木匣。我给听风赚了约定的服务费，他却看着我，语气谨慎：苏小姐，你后面如果还有类似东西，别随便拿出来，真东西太多会引人注意。
我明白。以后要出货先找我，我帮你筛买家，尽量低调。好。送走他们后，我回到仓库，紫檀大木匣安静立在那里。我刚靠近，梁景川的声音就传了过来：“神仙，那些凡物可还满意？”我看着银行卡余额，忍不住发出石矶娘娘的笑声。满意，非常满意。那便好。神仙，汀州目前还有一难。什么？木匣那边传来呼啸的风声。汀州入冬了，城中百姓久困，衣物破旧，许多人家烧尽了柴，屋顶也被战火毁坏。如今寒风一夜比一夜重，老人孩子已经开始冻病。殿下，城北昨夜冻死了7人。水良要皆蒙神仙垂惜，可若无御寒之物，远州仍撑不这个冬天。我看向仓库，保暖物资倒是不多，但现在我有钱了，足够我买很多东西。我立刻打开手机，联系以前的供货商。棉被有多少？对方愣了一下。苏总，你要多少？有多少要多少？有多少要多少。羽绒服、棉服、军大衣、保暖内衣、毛毯、棉鞋、袜子、手套、帽子、暖宝宝，全部给我报库存。苏总，你这是要做灾区供应？差不多。我又联系了批发市场、劳保用品厂、床品工厂，只要现货，只要能当天发，价格高一点无所谓。很快，一辆辆货车开进仓库，承包的棉被堆成山，军大衣、冲锋衣、羽绒服、保暖内衣按尺码分类，棉鞋、棉袜、帽子、围巾、手套一箱箱码好，暖宝宝、热水袋、防风帐篷、加厚塑料布也陆续送到。送走供货商后，我立刻对着木匣喊：“梁景川，找人接货。”神仙，景川已命各坊各营候命。我抱起一包棉被推入木匣，咚的一声，那边传来惊呼。好软，这是神仙赐下的云被吗？这么厚，这么暖。我继续送保暖衣物，还有暖宝宝。这个叫暖宝宝，撕开外宝宝，贴在衣服外层，不能直接贴皮肤，容易烫伤。睡觉别贴太多。那边有人刚贴上，立刻惊呼：这小小一片竟会生热，神仙又赐无火暖凉。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几乎没停，仓库门口的货车一辆接一辆卸货，木匣这边一批接一批传送，田州那边从风声里的颤抖渐渐变成了欢呼声。娘，我不冷了。爹有被子盖了，老天爷呀，神仙没有忘了我们。梁景川的声音最后传来时，已经哑得不像话。神仙，浚州10万居民欠您的恩情已经还不清了。那就先活下去。是，景川必带汀州活下去。入冬物资送过去后，田州终于安稳了几天。梁景川每日都会通过木匣向我报平安，百姓有水喝，有粮吃，有棉被盖。田州这座原本快被困死的城，终于重新有了活气。我也没闲着，靠着梁景川陆续送来的金银玉器和谷物，我又通过听风鉴宝的渠道出了几批货。钱到账后，我第一时间采购水、粮、药、衣物，仓库里的货进进出出，曾经让我窒息的库存，现在变成了2界交易的中转站。我甚至开始觉得日子终于要往好了过。可这天夜里，紫檀大木匣里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号角声，紧接着是杂乱的脚步声、兵器碰撞声，还有伤兵压抑不住的惨叫。我猛地从躺椅上坐起来，梁景川！没人回应，木匣那边只有风声、喊杀声以及一声声急报。南蛮破了东南哨口，城外3道军马被毁，殿下受伤了。梁景川！这一次，木匣那边终于传来他的声音，只是比往常低哑许多，还带着明显的喘息。神仙，我立刻站起来。你那边怎么了？梁景川沉默了一瞬。南蛮趁夜攻城，云州刚打退第1轮。殿下，您的伤还在流血。梁景川却像没听见。此战战败，东南外墙失守，守军折损近2000，南蛮明日必会再攻。我的手一下攥紧，他们好不容易撑过来，战争却还是来了。木匣那头，士兵的声音里满是疲惫。殿下，南蛮骑兵太快，弓箭拦不住，他们还有盾车，火油也不够用了。明日若再攻东南口，恐怕……我闭了闭眼，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神仙已经汀州多次，
再求。我立刻打开手机，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打出去。防爆盾有多少？要现货。强光手电、扩音喇叭、警报器、烟雾类防爆用品，能调多少调多少。无人机呢？带夜视和喊话功能的，现货全给我。防刺服、防割手套、护目镜、头盔也要。电击防身设备有合规库存吗？全部送仓库。苏总，你这是要干什么？做救援。天快亮时，第一批货到了：防爆盾、防刺服、头盔、护目镜、强光手电、扩音喇叭、无人机、催泪烟雾类防爆用品、电棍、绳网、应急照明灯。我没耽误，拿起防爆盾塞进木匣。这是防爆盾，能挡刀剑碎片，但别拿它硬扛重锤。排成队可以用来挡冲锋。我又送过去头盔和护镜，这个戴头上护头，这个护眼。等会儿有烟雾时必须戴。梁景川迅速下令：前排盾兵优先配神盾、神盔、神目镜。我接着送强光手电和扩音喇叭，这个能发强光，夜里照敌人眼睛，扰乱阵型；这个能把声音放大，用来传令，也能下马。那边有人试了一下，扩音声猛地炸开，木匣这头都震了一下。这是什么雷音神物？若夜战时突然响起，敌军必乱。接着是催泪烟雾类防爆用品，这个放出去后会有刺鼻烟雾，会让人流泪咳嗽，看不清路。你们自己人必须在风处戴好护眼镜，别乱冲。上风处，护眼口鼻不可误伤己方。我又把电棍送过去，这个只能近身用，用来制服冲到城墙上的敌人。别碰水，别给孩子和百姓碰，必须由士兵统一保管。木匣那边有人试了一下开关，电流声响起，神仙境赐下长为宝物。接下来几个小时，我把能用的防护和安防物资尽数送过去。田州那边的士气肉眼可见的涨了起来，虽然我看不见画面，却能从声音里听出来。之前是疲惫和压抑，现在多了一种紧绷的兴奋。天黑后，南蛮第2轮攻城开始。木匣那边战鼓声震天，我守在匣子旁，手心全是汗。东南方向敌骑出动，盾车在前，南蛮部族跟上来了。很快，无人机传回的情报起了作用。梁景川提前判断出敌军主攻方向，将神盾兵调到东南城墙，又让弓箭手和投石车集中在两侧。南蛮军靠近时，城墙上忽然响起扩音喇叭放大的声音：南蛮叛军速速退去！那声音被放大数倍，像惊雷滚过城头。敌军战马受惊，前阵明显乱了一瞬。紧接着，强光手电同时亮起，刺目的白光从城墙上扫下去，照得敌军睁不开眼。梁景川立刻下令放烟雾在城下炸开，刺鼻的白雾迅速扩散，南蛮军前排顿时磕成一片。梁景川声音冷静到近乎锋利：弓箭手射马前地面，投石车砸盾车，盾兵上前堵缺口。田州守军趁敌军混乱，迅速稳住东南外墙。有少数南蛮士兵冲上城头，迎面撞上穿着防刺服、手持盾牌和电棍的守军。电流声噼啪响起，战局开始逆转。梁景川抓住机会，派出一支轻骑从侧门突袭，无人机在天上探路，扩音喇叭扰乱敌军号令，强光照乱马阵。南蛮军本就被神雾吓破了胆，这一冲彻底溃了。天亮时分，木匣那边传来第一声欢呼：我们赢了！紧接着是山呼海啸般的呐喊。过了很久，梁景川的声音才传来：神仙南蛮大败后撤30里，田州守住了。我长长吐出一口气。南蛮退兵后，田州终于短暂安静下来，可这份安静没有持续太久。第二天一早，梁景川的声音又从木匣里传来：神仙，景川有事禀报。我刚整理完昨夜送货后的空箱，闻言立刻走过去。说。梁景川声音沉稳，却压着疲惫。昨日南蛮攻城，东南城门受损严重，外墙多处坍塌，虽暂时击退敌军，但若他们整军再攻，汀州城防恐怕撑不住第2轮。神仙，东南门城砖裂了大半，门洞上方也塌了一角，若只用木梁寒石填补，最多挡1、2日。南蛮虽退30里，但赤袭还在城外游荡，他们不会甘心。我皱眉，城墙塌了可是实打实的硬伤，你们现在能修吗？城中尚有工匠，也有石料木料，只是时间太短。若按旧法夯土砌石，至少需数10日。
南蛮绝不会给他们那么久。我低头打开手机，迅速搜索城墙加固最快、坚固、现成材料。很快我看见几个词：塑凝水泥、钢筋、钢板、砂石、模板。我眼睛一亮，古代修成慢是因为材料和工艺限制，可现代基建的速度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我立刻拨通建材供应商电话。塑凝水泥有多少现货？苏总，你不是做食品日化的吗？现在改做工程了。有多少？仓库里有一批，几十吨是有的。钢筋呢？也有，螺纹钢、圆钢都有。全要，再给我配钢丝网模板，能当天送的全部送来。有钱之后办事效率完全不一样。不到2个小时，第一辆建材车开进仓库后院，一袋袋塑凝水泥堆成山，成捆钢筋压在地上，钢丝网、木模板、安全帽、手套、防尘口罩也陆续送到。等人走后，我立刻对着木霞喊：梁景婵，找工匠来。神仙，人在。小老儿失衡，叩见神仙。别扣了，接下来我教你们修墙。这是钢筋，用来做骨架，比木头结实。钢筋要交错绑起来，横的、竖的都要有。我把铁丝、老虎钳、钢丝网一起塞进木匣，那边很快传来金属落地声。把钢丝网铺在塌陷面面外侧，钢筋做内骨架，再用模板夹住两边。模板就是临时挡板，防止水泥流出来，一定要固定牢，不然一倒进去就塌。我开始讲最关键的东西，塑凝水泥。这个叫水泥，绝对不能吃，也别吸进鼻子嘴里。干活的人戴口罩、戴手套。水泥要和沙子、石子混合，再加水搅拌。比例先按1份水泥、2份沙、3份石子来。第一批水泥开始搅拌，石恒问我：神仙，这神土多久能硬？这个是塑凝的，几个小时就会开始硬，24小时后会更结实，但完全牢固还要更久，所以前期别乱撞。那边一阵震惊，几个时辰便能固墙，就法器时少说也要数日才稳。神土果然是神土，有了水泥和钢筋，田州的修成速度快得惊人。木匣那边，石恒几乎每天都要向我汇报：神仙，神土今日已硬如山石，铁锤敲上去只留白痕，塔口处再未松动，东南门能守了。我听着他的声音，也终于松了口气。第3天夜里，梁景川亲自来报：神仙，东南城防已稳，南蛮斥候今日靠近见城墙修复，久立不退，似乎极为震惊。他们当然震惊，古代人修城按月算，汀州3天就把塌墙补上了，南蛮估计要怀疑人生。城墙修好的第5天，田州终于真正稳住了，水有了，粮有了，药有了，御寒衣物也分下去了。南蛮败退30里，不敢轻易再攻，城中百姓开始自发修屋、清街、照料伤兵。梁景川每日都会让人通过木匣报平安。神仙，城西水井已重新疏通，伤兵营今日又有37人退热。神仙，东南城门加固后，南蛮叹息不敢再进。神仙，百姓在城中为您立了长生牌位。我听得头皮发麻。牌位就算了吧。梁景川却认真道：汀州10万军民皆感谢神仙救命之恩，拦不住，此事拦不住。立个牌位好像也不算太离谱，我只能叮嘱别铺张，别耽误正事。梁景川低声笑了一下，谨遵神仙法旨。那是他少有的轻松。我也以为田州终于能喘口气了，直到这天夜里，木匣里忽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然后是梁景川压得极低的声音：神仙。我立刻听出不对，怎么了？他没有立刻回答。木匣那边风声很重，像是在城楼上。片刻后，他才道：京城来人了。我一愣，皇帝派来的。是。梁景川声音沙哑：父皇派了钦差带3000禁军，打着犒军巡抚的名义往天州来。犒军，这不是好事吗？不是，密探传回消息，钦差随身带着父皇密旨。什么密旨？赐死我！我手一僵，木匣那边死一样安静。过了很久，梁景川才继续说：父皇说汀州灾疫兵祸该死城一座，可我不仅没死，还得神仙必要，收复民心，击退南蛮，修复城防。在他眼里，这不是功劳，是威胁。我胸口一阵发堵。梁景川曾是太子，哪怕被废，只要他活着，只要百姓还记得他，只要他有一点起事的可能，当朝皇帝就不会安心。更何况现在田州人人称他得神仙庇佑，对皇帝来说，这简直是最不能容忍的事。木匣那边传来另一个人的声音：殿下，皇上怎能如此？勋州10万军民皆因您与神仙才活下来，他不派兵解围，不送良药，反倒派人来杀您，殿下不能接旨。住口！我问：
钦差还有多久到？最快3日，3000金军，明面上3000，暗中或许还有人。他们要怎么杀你？先夺我兵旨，若我抗旨，便以谋逆论处，连天州守军也一并清洗。也就是说，不管你接不接旨，他都要你死。神仙，景川不惧死，可我若死，云州怎么办？水粮药衣颠是神仙所赐，神物之事传回京城，父皇必会派人接管云州，夺取木匣，逼问神仙。云州百姓曾受我恩，也受神仙恩。钦差若入城，必会清算所有拥护我的将士与官吏，到时南蛮未杀尽的人，会死在自己人刀下。神仙，我若抗旨，便是谋反。那就反！皇帝不救替州，不救百姓，不抗南闪，反而要杀守城的人，这种皇帝你们还跪他做什么？你接旨，钦差会放过汀州吗？不会。你自尽，皇帝会善待百姓吗？不会。你交出兵权，那些跟你守城抗议击退南蛮的人会有活路吗？不会。那你还犹豫什么？梁景川，不是你要反，是他逼你反。你不是为了皇位反，是为了活下去，是为了军州10万军民反。你已经救过这座城1次，现在要救第2次。木匣那边传来一声重重的喘息。殿下，神仙说的对，朝廷弃我们，你不能再弃我们。殿下，军州军民愿随您。殿下，我们不怕死，可不能这么窝囊的死在钦差手里。神仙，景川明白了，10万军民，我不为皇位反，我为兜州10万军民反，为枉死将士反，为被朝廷遗弃的边城百姓反，也为神仙赐下的生路不被昏君奸臣夺走而反。下一瞬，木匣那边响起整齐的跪地声。愿随殿下，愿随殿下清君侧，愿随殿下护田州。梁景川的声音压过所有人。我打开手机，开始列采购清单：兵工铲、防护装备、望远镜、扩音器，还有更多药品和粮食。梁景川要清君侧，我这个神仙当然也不能空手看着。我对着木匣说：梁景川，既然决定反，那就别打没准备的仗。这一次，我帮你赢。田州城外，黄沙古道，钦差冯处坐在一辆奢华的马车里，慢悠悠地品着茶，身后是3000名盔甲鲜亮的禁军，旌旗蔽日，威风凛凛。他看着远处那座在风沙中若隐若现的田州城，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意。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一趟轻松的、稳赚不赔的差事。一个失势的废太子，还能翻出什么浪花？终于，大军抵达了那道由神物筑起的雄伟城门前。冯处掀开车帘，看着眼前这座灰白色、充满了异域风格的坚固工事，眼中闪过一丝惊异，但随即便被轻蔑所取代。不过是些奇技妙巧。去叫门，让那废太子梁景川滚出来接旨。放驾！城门的关卡缓缓打开，梁景川一身黑色软甲，手持那把削铁如泥的工兵铲，独自一人骑着战马缓缓走了出来。他的身后是500名同样装束、头戴独眼神光的亲卫，鸦雀无声，杀气腾腾。冯处被这股肃杀的气势惊得心头一跳，但想到自己代表的是皇权，立刻又挺直了腰杆，摆出一副倨傲的神情。大胆梁景川，见本钦差与圣旨，为何不跪？梁景川冷冷地看着他，如同在看一个死人。甲胄在身，不能全理。公有话快说，有屁快放。你好大的狗胆！哼！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废太子景川私藏神物，蛊惑民心，意图不短，着即刻废除爵位，交出所有神物，随本钦差回京领罪。钦此。念完，他斜睨着梁景川，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梁景川接旨吧，乖乖跟咱家走，或许还能留你一个全尸。梁景川面无表情，只是缓缓举起了手中的一样东西，一个造型古怪的白色圆筒手持喇叭。说我不接呢？他的声音不大，但通过喇叭的扩音，却如同滚滚闷雷，清晰地传遍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耳中。不接，那就是抗旨，是造反，是要诛九族的大罪。诛九族？哈哈哈哈哈！我梁氏一族在10年前的那场宫变中早已被屠戮殆尽，如今只剩我一人苟活于世。那昏君要诛，就让他去阴曹地府里诛吧。你真的反了？
来人，给咱家拿下这个乱臣贼子，死活不乱！3000禁军发出一声呐喊，刚准备催马前冲，梁景川按下了手中喇叭的另一个按钮，哔哔哔，一阵刺耳到极致，仿佛能撕裂耳膜的警报声瞬间从喇叭中爆发出来。那声音比金铁交鸣还要尖锐，比万鬼齐哭还要恐怖，像一把无形的利刃，狠狠地刺入所有人的大脑。3000禁军的战马瞬间受惊，他们疯狂地嘶鸣着，人力而起，将背上的骑士掀翻在地，然后不分敌我的在阵中狂奔冲撞。整个禁军阵型在顷刻间土崩瓦解，乱成一锅粥。冯处离得最近，直接被那恐怖的声浪震得双耳流血，惨叫一声从马车上滚了下来，抱着脑袋在地上痛苦地打滚。聒噪！梁景川冷哼一声，手中那把工兵铲化作一道黑色的闪电脱手而出，扑哧，锋利的铲刃精准地贯穿了冯处的胸膛，将他死死地钉在了他那辆奢华的马车上。全场死寂，只有那刺耳的警报声还在不知疲倦地回响着，如同为旧时代的皇权奏响的丧钟。梁景川关掉喇叭，缓缓举起手中的工兵铲，指向南方，指向那座金碧辉煌的牢笼。他的身后，500亲卫以及大坝之上闻声而来的数万百姓，同时爆发出排山倒海般的怒吼：反了！反了！反了！愿誓死追随神使，清君侧，定天下！梁景川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再无回头路，而他的目标也只剩下一个，那个曾经属于他的皇位。田州城外，死寂，那刺耳的仿佛能撕裂魂魄的警报声终于停歇，但它带来的恐惧却像凝固的空气，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3000名曾经不可一世的禁军，此刻或东倒西歪，或抱着脑袋在地上痛苦地呻吟，他们的战马早已不知奔逃到了何处。整个战场一片狼藉，只有风卷起黄沙，掠过那些散落的兵器和无主的旗帜。唯一的战力者是梁景川和他身后那500名如黑色礁石般纹丝不动的田州士兵，他们头顶的强光手电筒在夜色中投射出刺目的光柱，将这片修罗场照得如同白昼，也映照出他们脸上混杂着疲惫、兴奋与茫然的复杂神情。梁景川心中没有一丝波澜，既无复仇的快感，也无杀戮的罪恶感。他知道，从这一刻起，再无退路。斩杀钦差，就等于亲手斩断了与那个腐朽朝廷之间最后一丝虚假的联系。从此，要么成王，要么为寇。他调转马头，冰冷的目光缓缓扫过那些已经丧失了所有战意，如待宰羔羊般的禁军。他们是皇帝的爪牙，是大梁最精锐的部队，但他们也是大梁的士兵，是无数个家庭的父亲、丈夫和儿子。如何处置这3000人，成了他造反路上的第一个，也是最棘手的难题。杀了他们，这无异于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放了他们，这更无异于放虎归山。他们会把这里发生的一切神甲、神兵、神生以最快的速度传回京城，届时迎接他的将是整个大梁国更疯狂、更不计代价的围剿。一时间，进退维谷，他不动声色地退回阵中，在一片混乱的掩护下，回到了自己的府邸。书房内，木匣正散发着柔和的光芒。现代仓库里，当我得知梁景川斩杀了钦差，但也因此陷入如何处置3000降卒的困境时，我的心也跟着揪了起来。我比梁景川更清楚这3000人的分量，杀了失道义，放了失先机。我焦急地在仓库里踱步，目光扫过那些曾让我心灰意冷的滞销货。忽然，我的视线停留在了一个积满灰尘的角落，那里堆放着几大箱廉价的自带扩音和投影功能的教学投影仪，以及配套的一大堆印着各种古代名画、诗词和历史地图的教学幻灯片。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我脑海中成型：对付士兵，攻心未上，武力无法解决的问题，或许文化和情感可以。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从箱子里翻出一台功能最完好的投影仪，又找到了一盒印着《千里江山图》的幻灯片。我知道这幅画卷所蕴含的气势与意境，足以跨越千年，震撼任何一个热爱这片土地的人。我将投影仪和幻灯片小心翼翼地塞进了木匣，并附上了一张画着简易操作图的纸条。梁景川，我给你了图示使用说明，你照着步骤来。梁景川看着木匣里出现的那个古怪铁盒子和一叠薄如蝉翼的透明画片，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他命人将府里最大的一块白布挂在营地中央的高墙上。当夜幕再次降临，在所有降卒或忐忑、或恐惧、或麻木的注视下，他亲自按照图纸的指示点亮了那个铁盒子。一束光穿越黑暗，投射在高墙之上。下一秒，一幅气势磅礴、绵延千里、青绿交织的壮丽山河画卷，以一种无比清晰、仿佛触手可及的方式，震撼地展现在了所有人面前。那层峦叠嶂的山峰，那烟波浩渺的江河，那错落有致的村庄，那点缀其间的州桥，虽然只是静止的画面，但那股扑面而来的属于家国的壮美与辽阔，
瞬间击中了在场每一个士兵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他们中的许多人一辈子都没离开过家乡百里，从未想过自己誓死守护的大梁竟是如此的壮丽恢宏。就在众人沉浸在这神迹般的画卷中无法自拔时，梁景川的声音通过手持喇叭适时的响起。他的声音不再冰冷肃杀，而是充满了沉稳与感染力。诸位将士请看，这就是我大梁的江山，是我们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誓死守护的土地。可如今你们再看看脚下，看看这运州，看看这北境，这片土地上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北境蛮族虎视眈眈，朝中奸佞却只知争权夺利，祸国殃民。我梁景川身为太祖嫡长孙，身上流着与这片江山同样的血脉。我不忍见我大梁百年基业毁于一旦，不忍见我大梁千万子民坠入水火。今日之举，并非为了一己之私的谋逆，而是为了清君侧、靖国难，还我大梁一个海晏和亲、朗朗乾坤。他顿了顿，我知你们奉皇命而来，身不由己，但你们手中的刀、胸中的热血，应当洒在抵御外敌的疆场上，应当用在保护富离的乡土前，而不是指向同样流着大梁血脉的同胞。我在此立誓，凡愿随我拨乱反正、重整河山者，皆是我梁景川的兄弟，有饭同吃，有衣同穿，待攻城之日，共享太平盛世。若有执迷不悟，仍要为那毒夫民贼昏聩君王效死者，我也不为难你们，放下兵器，自行离去。只是城外豺狼环伺，前路漫漫，是生是死，各安天命。话音落下，那幅千里江山图的幻影缓缓隐去。夜风中，3000禁军面面相觑，他们脸上的迷茫和恐惧渐渐被一种名为触动和抉择的复杂情绪所取代。他们想起了家乡受灾后，官府非但没有赈济，反而变本加厉催收赋税的场景；想起了京城里那些达官贵人纸醉金迷，视百姓如草芥的嘴脸；再看看眼前这位被神明护佑、手握神兵、心怀天下苍生的废太子，不知是谁第一个扔掉了手中沉重的长矛，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他单膝跪地，末将愿追随殿下。这个声音仿佛点燃了早已干枯的草原，哗啦啦，兵器落地的声音此起彼伏，连成一片。片刻之后，3000禁军齐齐跪倒，他们山呼海啸般的声音冲破了田州的夜空，震得远处的山峦都在回响。我等愿追随殿下清君侧，靖国难。我通过梁景川断断续续传回的信件，得知了他成功收编禁军，准备挥师南下，直取京城的消息。我知道，一场决定2个世界、2个人命运的终极豪赌已经拉开了序幕。梁景川告诉我，他需要速度，兵贵神速，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兵临京城，绝不能给各地拥护救主的秦王大军任何反应和集结的时间。他还需要一种能够彻底击溃京城守军心理防线的终极的神技。我的心再次悬到了嗓子眼。要说速度，现代的车肯定够快，但问题是我没法快速买几十辆车，这样会引起别人怀疑。速度、心理防线。突然，我的目光定格在了仓库的食品区，那里堆放着数千箱我当初为了迎合健身加班概念而跟风进货的高浓度能量棒和瓶装功能性饮料。这些东西保质期长，热量极高，富含咖啡因和牛磺酸，能让人在短时间内保持充沛的体力，抵抗疲劳。有了这个，军队是不是就可以不眠不休，日夜兼程，不用再浪费时间停下来买过早饭了？我将仓库里所有的能量棒、功能性饮料、用于夜间警示的信号棒以及一批组合烟花全部传送了过去。能量棒配水可保3日不饿不困，烟花需在深夜于京城4门之外同时燃放。记住，要让所有人相信，那是龙凤呈祥，是天命的招式。一场史无前例的急行军在大梁国的土地上展开了。梁景川挑选了5000名最精锐的士兵，包括他最初的500亲卫和新收编的禁军骨干，他们每人配发了足够的能量棒和神水，舍弃了所有辎重，一人双马，如同打了鸡血一般，日夜兼程，向着京城狂飙突进。这是一支不知疲倦，仿佛没有生理极限的军队。白天，他们在官道上纵马疾驰，卷起漫天黄沙；夜晚，当其他军队早已安营扎寨，他们头戴头环手电筒，在黑暗中继续前行。关于神使梁景川率天兵讨伐昏军的传言，比他们的行军速度更快地传遍了沿途。大部分守将根本不敢抵抗，直接开城投降；少数企图顽抗的，也在梁景川亲率精锐，利用夜色和强光发起的闪电突袭下，迅速土崩瓦解。短短7天，他们跨越了近2000里的疆域，如同一把烧红的尖刀，
直直地插向了大梁王朝的心脏——京城。此时的京城早已是风声鹤唳，人心惶惶。皇帝梁景瑞将城中仅剩的5万禁军全部部署在城墙之上，下令死守，但他自己却早已收拾好了金银细软，准备随时从皇宫的密道逃跑。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仅仅7天，那个远在天边的废太子是如何如同鬼魅般兵临城下的？答案在当天午夜揭晓。此时万籁俱寂，京城之内一片死寂，连狗吠声都听不见。突然，城外4个方向同时传来了尖锐的呼啸声，咻咻咻，数千道拖着长长金色尾焰的光束呼啸着冲上漆黑的夜空。紧接着，一朵朵巨大无比、璀璨夺目的烟花在京城的正上空轰然炸开，红的如火，绿的如玉，金的如雨，银的如布，整个夜空被这前所未有的神迹般的景象彻底点亮。巨大的轰鸣声如同天神的战鼓，震得整座京城都在瑟瑟发抖。经过精心设计的顶级组合烟花，在空中接连绽放出清晰可辨的金龙盘旋、彩凤开屏等祥瑞图样。那条由无数金色光点组成的巨龙在空中盘旋怒吼，栩栩如生，仿佛随时要从云层中俯冲而下。城墙上的5万守军全都吓傻了，他们手中的兵器咣当落地，整齐划一地跪倒在地，朝着天空那不断变换的神迹疯狂磕头，口中发出绝望而敬畏的哀嚎：天命！天命在北呀！真龙天子回来了，神明显灵了！神明显灵了！城中无数百姓更是冲出家门，涌上街头，对着天空那片璀璨的、持续了近半个时辰的神迹顶礼膜拜，高呼着神使与真龙的名号。皇帝梁景瑞在寝宫中被巨大的爆炸声惊醒，他跌跌撞撞地冲到殿外，看着满天璀璨的神火和那条清晰可见的金色巨龙，双腿一软，彻底瘫倒在地，口中喃喃自语：天命不在朕，全完了。在漫天烟花的照耀下，在全城军民山呼海啸般的恭迎真龙声中，京城的4门被城内的守军缓缓打开。梁景川一身黑色神甲，手持那把饮尽了无数敌人鲜血的工兵铲，骑着战马，在万民的欢呼与跪拜声中，一步步踏入了他阔别10年的京城，踏入了那座曾经囚禁他青春，如今却要迎接他为王的皇宫。金銮殿上，梁景川看着龙椅上那个面如死灰、瑟瑟发抖的父皇，眼中没有恨，只有一片冰冷的平静。景川饶命！朕盼饶命！朕把皇位还给你！梁景瑞涕泪横流，语无伦次地爬下龙椅，想要抱住梁景川的腿。梁景川没有说话，只是挥了挥手，2名亲卫上前将他拖了下去。他缓缓走上9层汉白玉台阶，在那张象征着至高权力的龙椅前站定，没有坐下，而是转身面向殿外，面向那片在黎明中逐渐清晰的万里江山。当他再次回到书房，回到那个熟悉的、如今已显得有些暗淡的紫檀木匣前时，他已是这片土地新的主人。梁景川想了想，又从怀中取出了那枚象征着九五之尊、号令天下的传国玉玺。他凝视许久，然后用工兵铲的刃角小心翼翼地从玉玺底部掰下了一小块碎角，连同那封信一起轻轻放入了木匣。这是他能给予他的最贵重的回礼，也是一个帝王对另一个世界的朋友最真诚的承诺与分享。我正坐在电脑前，看着直播间的后台数据，粉丝数早已突破1000万。每一场与听风鉴宝合作的拍卖会，成交额都是一个我曾经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我的公司不仅起死回生，更是在资本的追捧下，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扩张，成为了文玩电商领域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就在这时，角落里的紫檀大木匣忽然传来一声极轻的响动，啪嗒！我心口一跳，立刻起身走过去，木匣里多了一块在灯光下闪烁着温润光泽的玉玺残角。神仙，大殷已亡，我记得神仙说过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所以我没有纵兵，也没有让仇恨落到无辜百姓身上。你做得很好。若无神仙，梁景川早已死在运州。新朝国号华元，愿此后山河安定，百姓有粮，病者有医，寒者有医，冤者有诉。这是景川能想到的最好的天下。你会做到的。神仙，今日之后，木匣的力量恐怕会消散。什么意思？系统方才提示我，2界交易已完成，燕州因神仙而活，华因运神仙而立，可2界终究不能长久相连。我猛地看向木匣，那里面依旧黑不见底，可不知是不是错觉，那片黑暗正在慢慢变浅，像一扇即将合上的门。我喉咙发紧，所以这是最后一次。梁景川沉默片刻，是我明明早就知道这种奇迹不可能永远存在，可真到告别这一刻，我还是觉得难受。木匣那边，梁景川声音低了些：神仙，
景川还有一物相赠。我看向手里的玉玺残角，旧玺已碎，新朝已立，此残角是大允旧权最后的痕迹。景川将它献给神仙，愿神仙知晓那个曾被困在淤州、快要渴死饿死的废太子，终究没有辜负您的神恩。我眼泪落下。梁景川，你没有辜负任何人，以后你要做一个好皇帝。景川谨记神仙法旨。我忍不住笑了一下，眼泪却越掉越凶。我的目光扫过仓库，这个曾经堆满滞销货、债务和绝望的地方，货架上还剩最后一批没有动过的东西，是一些工业农业教学类的书籍。我沉默片刻，走过去把那些沉甸甸的书一本本抱起来。梁景川，水粮药医我能给你的都已经给过了，最后这些是我能送你的最后一批神物，他们不一定能立刻救命，但也许能帮你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过了许久，我听见衣料摩擦声，像是梁景川跪了下去，他的声音郑重到近乎虔诚。梁景川代华元万民叩谢神仙。最后一本书没入木匣的瞬间，整个紫檀大木匣忽然散发出一阵柔和温暖的光，那光很轻，不刺眼，像某个遥远世界最后投来的夕阳。木匣里，梁景川的声音变得越来越远。神仙，华元会记得您，景川也会永远记得您。光芒渐渐散去，咔嚓，一道细如发丝的裂纹从木匣顶盖悄无声息地蔓延到底部，那股曾经贯穿两界的神秘力量彻底消散了，木匣重新变成了一只普通的紫檀旧匣。我站在仓库里很久，最后我伸手合上匣盖，转身走出了仓库。门外阳光温暖而明亮，我的时代仍在继续。数年后，我早已成为国内知名的青年企业家和收藏家。这天，我正在办公室里处理文件，手机上突然弹出一则新闻推送，震惊！我国北方考古发现重大突破，疑似华元开国皇帝梁景川陵墓被找到。我的心猛地一跳，点开新闻，新闻配图里，考古学家们正围着一个刚刚出土的巨大箱子，那箱子通体由纯金打造，上面雕刻着日月星辰、山川河流，在箱子的正中央赫然刻着3个古朴庄重的篆字。主持人声音激动，经专家初步辨认，这3个字是敬神明。我看着屏幕上那3个字，眼泪瞬间模糊了视线。那是一个用黄金复刻的木匣，和我仓库里那只紫檀大木匣一模一样。新闻还在继续，据墓中出土文献记载，华元开国皇帝梁景川一生敬奉一位神明，传说在田州绝境之时，神明赐下神水、神粮、神药、神医、神兵、神土，助其救万民，退南蛮，平乱世，开华元。史学界一直认为这只是神话传说，但此次出土的大量文献中，竟反复提到神匣与神明赐物。其中一卷帝王手札上写着：“朕此生不拜天地，不畏鬼神，唯敬神明苏念。”我手里的手机差点滑落。苏念，他把我的名字留在了千年后的史书里。我关掉手机，走到窗前，窗外是车水马龙的繁华都市，高楼林立，国泰民安。我知道，在遥远时空的另一头，也曾有过这样一个繁华盛世，那里有水，有粮，有法，有秩序，也有一个曾经被困在田州的少年，最终成了万民敬仰的帝王，而那个盛世与我有关，这就够了。